在重慶的大山深處，竟發現一座神秘小屋，建在500米高的懸崖絕壁之上。地勢極其險要，只有一條小道可以通行，腳下山路崎嶇狹窄，四周全山連綿，看着就讓人心驚膽戰。據當地資料記載，這裡竟是一座擁有1500年歷史的唐朝古寺，隱匿於山岩林間，歷經千年風雨，香火早已沉寂，流傳至今。寺廟曾多次被盜，古人為何要把寺廟修建在如此荒無人煙、驚險萬分的地方？這麼偏僻的地方，為何還會屢次被盜？裡面到底藏着怎樣不為人知的故事？接下來就跟隨我們的鏡頭，帶你走進這座懸崖古寺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今天我们来到重慶豐都縣的都督鄉，在深山懸崖之巔，竟藏着一座千年古寺——尋風古寺。它矗立在500多米高的山峰頂上，占地面積非常小，不足10平方米。古寺的三面都是懸崖絕壁，通往古寺只有一條非常狹窄的小路。這麼險峻的地方，到底是怎麼修建的呢？走吧，現在我們就帶他過去一探究竟。我們現在去的這座寺廟，它有1500年的歷史了，是唐朝末年的時候修建的，是當地有名的一位陰陽師，帶着他的徒弟四處尋找風水寶地，最後把寺廟修建在這裡了。據說這座寺廟以前是有20多尊菩薩神像，非常不幸的是，最後被盜走了。盜走了大部分，只剩下了極少5尊吧，好像是。這座寺廟它就建在一座孤峰上，它的垂直高度有500多米吧。這裡的海拔有1300米。這片地裡種植了一大片煙草，像我們去的很多偏遠的地方，他們都是選擇種植煙草，而不是農業，因為煙草的利潤要高一點。可能有很多吸煙的人還不知道他抽的煙草是長得什麼樣子，就是這個樣子。這裡走下去估計就10多分鐘吧，還是挺近的。哇，是哪裡在锯木頭？聲音好大呀！在這上面應該是有人居住的，這個聲音是從那邊過來的，大家能聽見嗎？這樹木裡。哦，好多鳥啊！這些樹木灌叢中，一群一群的鳥。這叫聲都不只是一種品類的鳥了。你還能聽聲識鳥呀？像下面這一塊土地的話，就沒有耕種任何東西，應該還是沒有播種吧？是煙草已經收了，它的根部在那裡。哦，煙草是種一季，然後收成了就得把它除掉，然後再重新播種。走吧。爺爺，你去哪裡來了？我走哪裡就去了。哦，走庙去了。我們去那個古寺廟。古寺廟。嗯。過去就是。哦。爺爺，現在那古寺裡面還有佛像嗎？有啊。以前的很多都被盜走了，是吧？哎。哦，這個是真的哈。是真的。好，我們。啊，謝謝啊，爺爺。謝謝兩個的。嗯。哎，
哎，好，你上去注意注意安全哟。也不知道这个寺庙里面有没有守庙人，像这冬季的话，应该是不会有守庙人的吧？估计只有赶庙会的时候，才会有守庙人来到这里。像这座寺庙被发现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有专家来鉴定的。当时好像是根据建筑的瓦片判断出它是唐朝的建筑。快到了，这里隐约就能看到建筑了。这边有一块功德碑，功德流芳，公元2025年立的。上面的字写的意思是，有人捐赠26000元修建了这座水泥橋。以前好像是一個木栈道，應該是常年風化，這個木頭已經腐朽了，被拆掉放在這裡了。這邊還有一些遺址，以前的橋就是這個樣子的。像這種木質橋，大家敢走嗎？已經腐朽了。走吧。這裡上去就到了。你看這條小路，裡面也砌的是木頭哎。這個位置，因為這裡太窄了，他用木頭鑲嵌了一下，腳踩的地方就要寬闊一點。這裡就能隱約看到寺廟了。哇，這下面好高呀，有500-600米高。下方就是一個峽谷。這條小路的兩側堆放了幾根木頭，這些木頭應該是護欄，是以前的。大家看這邊，其實這下方就是懸崖，不過還好，這四周都長了一些樹，就像是形成了一道護欄，視覺衝擊就沒有那麼危險了。我們終於到達寺廟了，但是這個寺廟外面牆上堆的是水泥磚，應該是近幾年才修建的。牆上、房頂上蓋的是瓦片。我們看一下這裡面供奉的是哪些神像。這位神像下面好像坐了一隻老虎吧，有4隻手臂，3張臉。手裡拿着日月，他是日月山神。看一下這邊這位，手裡拿着玉淨瓶，下面坐的蓮花寶座，他有點像是觀世音菩薩，但是他不是，他是道教的慈航真人。再看一下這邊這位，手裡拿着法器，他是道教法神。旁邊還有一位，頭頂戴着烏紗帽，他是一位文官。哎，這邊還有，
這些都是木頭雕刻的，出自民間之手，但是这位跟那边那位日月山神是一样的，这位我就不太认识了。香炉里面全都是燃烧过的香灰。从这里看得出，来的人还是挺多的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，这边也有4位，但是他们都是用木头雕刻的，出自民间之手。我不太认识他們是什麼名字，但是這邊有一位小的菩薩，手裡抱着小孩，他是送子觀音。這邊有一扇門，我們走過去看一下。門在哪裡啊？這不是門嗎？這明明是門框。這邊有些木頭，應該是以前的房梁拆卸下來堆在這裡的。誒，這裡還有一灘水，應該是蓄水池吧？是從房梁上流下來的，下雨天。這水蓄在這裡，應該是應急用的。比如說這個地方失火，這些水能起到作用。哎呦，這裡還挺陡的。你看這後面堆放的全是木頭，看來這座寺廟以前應該是純木質結構的。這邊有一個好像觀景平台，天哪，這上面的視野效果太好了。這座玄紅古寺始建於佛教興起的唐朝末年，到現在有1500年的歷史了。在寺廟的左右兩側有6尊佛像，都是以前的遺跡。不過我們現在看到寺廟的樣子，都是近幾年才修建的。這趟旅途呢，到現在就結束了。今天就分享到這裡吧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